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同样是赵丽颖演的生孩子戏，幸福到万家和知否差距咋那么大呢？郑晓龙执导的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迎来大爆，上星开播后成为全国卫视收视冠军，数据可观，更是凭借着女主赵丽颖的热度，使得该剧的热度居高不下。剧中赵丽颖、唐曾、罗晋、刘薇等实力演员将自身融入角色之中，呈现出了绝佳的表演，给了观众不小的惊喜。而这部剧聚焦于农村女性成长的大剧，从开头的婚闹就直接将内容提升到了新的高度，情节写实尺度够大，因此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何幸福一家决定停下调解，而何幸运终于想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。虽说结局都不太理想，却显得该剧更加现实了起来。女主何幸运期间生下了孩子，不过观众也能注意到，同样是赵丽颖演的生孩子戏，怎么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《知否》里的差距咋那么大呢？时代背景和人设大不相同。《知否》里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身处北宋，虽然是个养尊处优的夫人，但毕竟时代科技水准有限，而站着生产倒是当时常见的方式，只是更需要腿部的力量。而《幸福到万家》中的女主何幸福，虽然生活的王家不算大户，不过现代医疗技术发达，接产医生们更懂得如何顺利帮助产妇，所以是大家常见的躺着顺产。当然，不一样的生产方式也和他们人设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联。盛明兰算是宅斗大女主里面少有的聪慧和通透，有一颗七窍玲珑心，懂得隐忍和隐藏锋芒。听到假消息说丈夫出了意外以后，心中满是担忧，影响了胎气，面临早产的问题，不光是想要保全孩子，还担心着丈夫的安危。而因为儿时目睹娘亲为小娘因为难产去世，盛明兰其实对生孩子是有几分心理阴影的，站着生产也是想要避免倒在床上再也无法醒来的悲剧。不过何幸福则是典型的敢想敢干的大女主，她没有什么好畏惧的，但是她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太倔了，而且脾气急，所以被万传家的老婆找上门骂自己的妹妹以后，虽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但是也被气得大出血，夜里被疼起来，被家人送到了医院，好在全家人都在产房门口守着，从心理上也给了何幸福一种安慰，忍着剧痛不断用力将孩子生了出来，但自己却面临着大出血的危机。盛明兰和何幸福虽然都受到了外界的影响，导致胎气不稳，但是何幸运还是要比盛明兰幸运几分，有家人陪产，也有全村人帮着献血，不过两人都是平安产子，结局不错。心境经历不一样，赵丽颖演技蜕变。不过盛明兰和何幸福生孩子之所以有较大的差距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在演员赵丽颖身上，毕竟她是赋予角色灵魂的人物。其实出演盛明兰的时候，赵丽颖更像是从懵懂步入成熟的阶段，所以她可以将角色的蜕变演绎得特别巧妙，从眼神中的清澈灵动多出了几分韵味。但是当时赵丽颖还是未婚的状态，在导演的帮助下，能够掌握好产妇的痛苦和崩溃，双手死死抓住绳子，额头都用力到流出了细汗，面部都紧紧皱到了一起。终于生下孩子，盛明兰抱起孩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虽然还是有些无力，但却没有掩盖住她的喜色，情绪饱满。终于等到丈夫归来的那一刻，盛明兰所有的委屈和崩溃都有了依仗，抱着对方哭了起来，将生完孩子的不安全感演了出来。但是看何幸福生孩子的时候，观众更能意识到赵丽颖演技的娴熟。出演该角色的赵丽颖已经经历了婚姻，并且成为了一名母亲，作为生产体验者，从她的身上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。感觉到疼痛，何幸福从床上缓缓起身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，身体也有些无力感，捂着肚子难受的说话都虚弱了起来。被送往医院后，
何幸福直接面对生产，额头上的冷汗全都冒了出来，脸色苍白。为了给出更多的力气，头部都跟着用力，一声声的闷哼，听得观众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。稍缓一口气都是奢侈，甚至虚脱的仰头倒下，大口喘息着，虚弱感要溢出屏幕。这段戏赵丽颖算是彻底将生产的疼痛感演绎了出来。看过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表演，大家也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郑晓龙导演说在那么多的演员里，赵丽颖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因为何幸福的人设，甚至是生活阅历都和赵丽颖本人有多处重合的地方。这场生孩子的戏份也证实了郑晓龙曾经夸赞过赵丽颖表现的话，这次他真的是深入角色之中，用细腻的神情和肢体动作把何幸福给演活了。总而言之，赵丽颖从知否到幸福到万家，从人生经历来说就有了极大的跨度，演技方面也得到了精进，通过一场生孩子就能看出她的用心程度。不过这次赵丽颖的演技有惊艳到你吗？幸福到万家高开高走，网友怒赞赵丽颖演技好，有望靠此剧转型。最近备受关注的电视剧当属赵丽颖的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。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坚强勇敢的农村姑娘何幸福经历了闹婚、被霸占自家田地等等一系列事情之后，变得十分强大，也从农村走到了城市。最后，何幸福又从城市再次回到农村，带领着万家庄的人们实现了丰收的故事。这部电视剧改编自秋菊传奇，由郑晓龙导演执导，赵丽颖、罗晋、刘薇等人主演。一开播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，剧情刚一开始就看点十足。第一集中，何幸福嫁给王庆来，正在举办婚礼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妹妹却被万传家借着闹婚的名义骚扰。为了保护妹妹，何幸福举起板凳砸在了万传家的脑袋上，惹出了不少事端。这件事情还没告一段落，何幸福家的田地又被占了。就连自己的丈夫都被村里的领导踢成了重伤，等着何幸福的麻烦是一波接着一波。但是何幸福不怕事，一直坚持着自己心中的正义。这样的剧情让观众大呼看得爽极了。幸福到万家能受到如此多的好评，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是分不开的，特别是女主角赵丽颖的演技，更是让观众赞不绝口。剧中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何幸福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，因此她在剧中也没有为了美丽化过重的妆，脸上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，甚至通过化妆展现出了她操劳的疲惫。她的服装也都很简单，除了结婚当天，其余时候都很素雅，光是这样的装扮就把观众带进了剧情中。赵丽颖的演技也撑起了这个角色。不少观众表示赵丽颖把何幸福演活了。剧中可以看到赵丽颖的很多小细节，十分贴合人物。看到妹妹被万传家羞辱，她穿着新娘子的红衣服，抄起板凳就给了万传家一下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面对自家田地被占用，双方对簿公堂的时候，即使当着法官，她也丝毫不怕，站起来吵不解气。还把麦克风一把拎起来说，这几个小细节把何幸福果敢坚强的性格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何幸福虽然相较于一般的农村姑娘更是勇敢，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但是她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。看到妹妹没地方住，她毫不犹豫把买电脑的钱全塞给妹妹，抱着妹妹温柔安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嫁给丈夫之后，何幸福每天做全家的家务，任劳任怨，就为了省出时间给小姑子学习。除了女主角，其他演员的演技也是个个在线。饰演王庆来父亲王有德的演员名叫张喜前，虽然其貌不扬，但他是老戏骨了，饰演出了这个角色老实善良，但又懦弱好欺负的性格特质，让观众觉得又可怜又好气，演技很具有感染力。刘薇在其中饰演的是万善堂，她在村里是领导，对待乡亲总是一副武断的样子，还纵容儿子在村里到处惹事。
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讲道理、爱村民、爱儿子的人。据说后来他还让贤让何幸福带领大家发展万家庄。刘威的演绎既展现出了这个角色的高傲武断，也体现了他的无奈和善良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没有一个角色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式人物，都有自己的道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让观众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不是一味的谩骂，而是有了更多的思考。有观众认为，全剧中演技最差的就是饰演何幸福的妹妹何幸运的演员张可盈。她是科班毕业的女演员，但是演技似乎略显生硬。在剧中，因为被人闹婚撕破了衣服，被男友抛弃，所以她只身来到大城市工作。在剧中，何幸运将实现从青涩的大学生到律所大律师的华丽转变。张可盈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似乎总是浮于表面，不管是声嘶力竭的哭泣，还是为自己撑腰时候的勇敢坚韧，她都是用夸张的面部修饰来展现的，而并没有触及内心，自然也没有办法让观众产生共鸣。不过，张可盈还算是个新人，和老戏骨对戏自然也有些吃亏，相信以后她会有更大的进步。幸福到万家这样题材的电视剧越来越少见了，但是它还是很符合观众的审美的，希望这样的电视剧以后越来越多。那么，你看了《幸福到万家》吗？幸福到万家漂亮是原罪，何幸运被骗2次，大结局却破茧成蝶。赵丽颖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追了一段时间了，该剧根据长篇小说《秋菊传奇》改编，讲述了励志农村姑娘何幸福经历了婚姻、家庭、事业等一系列考验，最后努力活出自己精彩的故事。同样是家境贫寒的农村姑娘，何幸福和何幸运这一对姐妹花的命运截然不同，一个始终向阳而生坚韧乐观，一个却隐忍自卑，最后破茧成蝶。虽然何幸运比姐姐何幸福读的书多，但她性格比较怯弱，即便被婚闹也不敢发声，刚开始还以泪洗面。那么漂亮就是原罪吗？长得漂亮是优势，活得漂亮却是本事。没有智慧的漂亮就宛如怀抱珠玉于闹市，时时会招来觊觎之心。王传家的举动很愚昧无知，也厚颜无耻，曾经让何幸运的心灵蒙上了阴影。他先后遇到了2个渣男，被骗2次感情，大结局却终于破茧成蝶。电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里有这么一句经典的台词：一个女孩要走过多少路，才能安全地长大成人？双引号。原本家里经济困窘，手头拮据，母亲没有赚钱的能力，何幸福小年纪就努力工作当家，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。他将人生翻盘的希望都寄托在妹妹身上，却未曾料想到婚礼现场会有这么一出尴尬的戏。万传家带头婚闹，何幸运当众出丑，王家讳莫如深，只有何幸福站出来维护妹妹的名声。他毫不犹豫地搬起凳子砸了过去。经历了这些后，何幸运才看清楚人心的险恶，他决定离开这个落后愚昧的村子，跟大勋分道扬镳，去城市去见识下繁华和把握机会。大城市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路上车水马龙，无限繁华。白天工作辛苦疲累，只有晚上回到出租房的时候，何幸运才能偷偷仰望下星辰，在心里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虚无的梦。虽然何幸运拥有文凭，但刚开始参加工作并不顺利。这城市没资源，没人脉，没家世，只有青春的面容和不畏惧的勇气，彻底明白什么都需要靠自己去争取，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。偶然的机会，何幸运与事业有成的韩律师相识，对方是一个油腻的已婚男人，厌倦了婚姻的平淡和琐碎，在年轻漂亮姑娘身上找慰藉和寄托。何幸运刚开始不识庐山真面目，以为对方乐于助人，但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后来他才发现对方居心叵测，果断离开了这家公司。跟着姐姐何幸福重新回到小山村，何幸运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平静和踏实。
她在有奔头的致富项目中找到了奋斗的方向，渐渐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，活得越来越从容坦荡，活得越来越漂亮出众。很多时候，长得漂亮未必能够活得漂亮，活得漂亮需要实力和智慧加持。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事业才是终极依靠。努力赚钱，悄悄拔尖，比什么都要重要。